这是史上规模最大、最惨烈的空战，英军以少胜多，纳粹赔上整个空军却依旧惨败，推平欧洲的计划被粉碎，二战的走向得以扭转，这就是著名的不列颠空战。那这场战争为何会爆发？当时的战况又有多惨烈？看完这场空战呢，让你冷汗直冒。1940年6月，希特勒带领德军向欧洲各国发起了进攻。面对凶狠无比的德国，大多数国家呢都选择了低头，就连强大的法国也早早地举起了白旗。没过多久，整个西欧那就只剩下英国还没有沦陷。但此时啊，英国的处境也极为艰难。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，英国拥有着遍布全球的殖民地，所以啊，在他正式向德宣战以后，澳大利亚、南非等国也纷纷声援，加入到了反法西斯的阵营中去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处境有所好转了，因为这些国家能够给予英国的也仅仅只是声援而已。先不说他们的士兵在赶来的过程中会花费大量的时间，就算他们能在两国正式开战之前及时赶过来，但在无法打败的德国面前，那些士兵的装备以及作战能力简直是不堪一击。所以英国真正能够依靠的也只有自己。对于英国的处境呢，德国也是心知肚明，他们十分得意，并料定丘吉尔会在短时间内来与他们进行和谈，逼英国投降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。德军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，可是呢，他们却小瞧了丘吉尔。此时的丘吉尔已经下定决心要和纳粹斗争到底了。接下来的7月19日，希特勒在柏林发表了演讲，他率先向英国提出了和谈条件，表示自己的目的是踏平东方，以达到获得更大生存空间的目的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他们不会向英国以及他们的殖民地进攻，也希望英国能够不多管闲事。对于希特勒的条件，丘吉尔义正言辞地拒绝了，而丘吉尔的这一行为也激发了英国民众的热情。不过热情归热情，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德国，所以当务之急呢是想出扭转颓势的方案。虽然英国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保留住了自己的精锐，也保存了足够的实力，但却丢掉了所有的重型武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选择与德军进行正面的交锋，那无异于是以卵击石。另一边，遭到丘吉尔拒绝的希特勒决定不再给英国人留时间，他将派出20个师的兵力前往英国南部的沿海前线，意图将英国彻底吞并。面对野心勃勃的德国，英国会作何反应呢？事实上，英国的海军自16世纪以来便傲视欧洲，规模远超德军，对此德军也是心知肚明的。所以意识到从海上无法击败英国以后，希特勒决定拿出自己手中的超级王牌，那就是百战百胜的德国空军。他凝聚了希特勒大量的心血，在作战实力方面也是远超英国空军。而德国海军司令的心态不同，在空军司令赫尔曼看来，只要出动空军，那么拿下英国领空不过是迟早的事情。毕竟对于当时的英军而言，一旦失去了制空权，那么就等于打开了自己的城门。因此，为了捍卫自己的领空，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战拉开了序幕。战斗一开始，德军就对英国航运的船只进行了轰炸，意在切断英国的内陆供给。但英军呢也不甘示弱，接连派出了喷火式和飓风式2种强力的战斗机。虽然这2种战斗机对于德军来说算得上是超级可星，但由于英军可调遣的飞机只有不到700架，而德国呢却拥有2600架的战机，所以英军依旧是处于巨大的劣势当中。不过此时的英军还具备一项德军没有的技术，那便是雷达。他们在东南沿海布下了密密麻麻的雷达网，这些雷达可以侦测到120英里内的所有敌方飞机，以及它们准确的数量、高度和方向。不过呢，德军却并不清楚这项技术的真正用途。由于德军在数量和机型上占了上风，所以他们在8月18日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，意图一举拿下英国。
初次尝到甜头的他们认为英军的雷达并没有什么用，再次进攻时，他们停止了对雷达的轰炸，也就是这一举动为后来的战斗埋下了隐患。当德军的空袭来临时，通过雷达提前获知轰炸机动向的英军完成了一次次成功的拦截，轻敌的德军也因此损失了40多架战机。但德军依旧没有意识到雷达的恐怖，他们将这一切归于英军的好运。于是在2天后，他们又一次发动了空袭，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英军的机场。不过这一路线也早已被雷达侦察得清清楚楚，因此在轰炸结束后，德国又损失了近90架战机。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，两国之间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攻防大战。德军原以为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英国空军，却在最后和他们打得难分难解。由于英军的飞行员并不多，所以他们开始大量的启用新兵，很多人仅仅接触飞机10个小时就被安排上战场，可见这场空战的惨烈。英军的新兵被安排上了战场，那德军会怎么做呢？1940年8月24日的晚上，德军的一架轰炸机飞到了伦敦上空，开始了第一次对非军事目标的轰炸。对此，英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，他们在第2天晚上派出了81架轰炸机对德国首都柏林进行了轰炸。英军的这一举动也彻底地激怒了希特勒，他对英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轰炸了伦敦的码头和其他军事设施。而德军轰炸目标的转移却给了英军休整的机会，他们进一步完善了沿海周边的雷达区。到了9月中旬，英军的雷达检测到大批的德军飞机正在朝伦敦方向飞，于是他们再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拦截。这一举动也让德国决定暂缓计划，他们需要用时间去寻找问题的所在。但即使如此，希特勒还是没有把英国放在眼里，他依旧觉得英国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，因此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东欧。也正是因为希特勒的轻敌，给了英国喘息的机会，他们深知无法和德国抗衡，便转头向美国发去了求助信息。此时的美国刚刚从大萧条中缓过来，因此美国政府和公民都极力反对美国介入欧洲局势。但罗斯福却认为，如果今日坐视不理，那么战火烧到自己这里来也不过是早晚的事儿。于是他们为英军提供了相应的帮助。到9月15日，德军又对英国发起了轰炸，也正是这场轰炸彻底地激怒了英国，他们决定殊死一搏，和德军展开了激烈的空战。这种战斗维持了整整1天，而英军灵活的战术也让德军猝不及防。最后，许多德军乱了阵脚，开始漫无目的地投放炸弹。这一天，英军以26架飞机的代价换取了158架德军战机。丘吉尔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亲自赶往英国的空军基地，鼓舞士兵的士气。英军的顽强抵抗让希特勒不得不把计划无限期拉长下去。战线的拉长也就意味着德国陷入了2线作战的泥潭中。在接下来的半年中，德军几乎每晚都会对伦敦等城市进行轰炸，导致了英国近5万平民的死亡。但即便如此，英军依旧是拒不投降，且还将大量的预备飞行员调往前线。而英国的这一行为也极大程度地鼓舞到了其他被占领国家，他们的飞行员纷纷加入英军。1941年的5月10日，德军向英军发起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。在这一次空袭中，英国共损失915架飞机，却击落了1900余架德军战机以及1000余名飞行员。最终，不列颠空战以德军的失败而告终。